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几个主要的自我防卫机转。自我防卫机转呢，是可以帮助个人免于过度的焦虑或者是被击溃。当自我防卫并没有达到非常极端，或者是在不适切的时刻展现出来，而成为是一个非常异常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认为自我防卫机转是正常的反应，而且具备有对个人的保护力。自我防卫机转通常有2个普遍的特性。第一个呢，是他们都有否认及扭曲现实的特性。第二呢，它都存在潜意识这个层面当中运作。我们首先来介绍压抑。压抑作用呢，是将具备有威胁或者是痛苦的想法与感受通通排除在意识之外。压抑是弗洛伊德认为最重要的心理历程之一，是许多其他自我防卫方式及精神官能症的根源。弗洛伊德认为压抑就是不自主的将某些事排除在意识层面之外。一般认为在幼年时期5、6岁之前所发生的痛苦的事件，虽然不复记忆，但是还是深深地影响着个人往后的行为。举例来说，曾经有一个女孩，她忘记小时候曾经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会在一起玩，但她长大之后完全忘记这件事。有一天她突然回忆起来，才发现她好像看见她的朋友不见了，之后又再看到她好像看到她的朋友被杀，被埋在自己家的后花园的过程。因此她就去找寻证据，并且控诉了她自己的继父。当年这一位幼小的好朋友可能真的是被杀了，而且也找到他被埋骨之处，但这件事情后来并没有办法判继父的任何的罪行，因为已经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证实这件事情的发生与继父之间的直接关联。但是这是一个有关压抑机转的一个案例。第二个防卫机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否认作用。否认通常是面对事实当中的危险，装作没看见或没有听到。否认事实也是可能是防卫机转当中最直接、简单、常见的一种，借由扭曲在创伤情境当中的想法、感受与知觉，来达到一个自我防卫保护的情况。否认作用与压抑十分相似，但它通常是在潜意识跟意识层面运作。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人其实是知道自己在否认的，像是遭到裁员的员工，在被裁员之后仍然会提着公事包出去上班，即便已经没有工作了，他们仍是拒绝承认他已经失去工作的事实。这就是否认的机转。下一个要介绍的自我防卫机转是投射作用。投射是将个人无法接受的欲望或冲动归咎到别人的身上，它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机转。譬如将好色的、攻击的或是其他冲动说成是别人有的，而不是自己。例如，自己有外遇的老公反而怀疑老婆有外遇，这种把自己的状况投射到他人的身上，就是投射机转。下一个自我防卫机转是合理化作用。合理化是为自己编造出很好的理由，来解释并消除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或压力。合理化的作用可以用来让某些特定的行为看起来很正当，有助于缓和失望所带来的痛苦。例如，有些学生被老师当掉之后，觉得不是自己不用功，
而是老师不懂得欣赏他。接下来要介绍的自我防卫机转是退化作用。退化是指的返回已经发展过的之前较为不成熟的阶段。在退化回去的早期发展历程中，外界对他的要求会比现在这个阶段少得多。遭遇巨大的压力或严酷的挑战的时候，人们常用不成熟而且不恰当的行为来反应，用以降低焦虑。例如，孩子在学校受到惊吓的时候，常陷入像婴儿一样的行为反应模式，像是哭泣、过度依赖、吸吮手指、躲起来，或是黏着老师不放等等，这些呢都是退化作用的反应。下一个自我防卫机转是认同作用。认同作用是借由认同成功的原因、成功的组织或成功的人物，让自己可以获得被他人赏识的一种机会跟希望。认同作用可以提高自我价值感，以及保护个人不产生失败的感觉。认同是孩童习得性别角色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部分。例如，因为认同蔡依林，会模仿她唱歌的样子跟穿着，收集相关的新闻报道、照片、服装等等。但它也可以是人们在觉得自卑或渺小时的一种防卫反应。当我们觉得自卑或渺小的时候，我们会认同比我们强大的另一群人，像是觉得自卑有需要西瓜煨大便，也是一种认同的防卫机转。